值得注意的是，周三，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声明，妄称中方针对佩洛西访台采取的行动可能升高紧张局势，造成地区不稳，甚至呼吁中方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相关声明就是现实中万恶无耻的活生生标本。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战争、动荡、不安定，就是因为有这些恶，还有这些无耻。100年前有8国联军入侵中国，今天 G7+1又是8方，想搞新8国联军吗？你们以为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吗？你们还能得逞吗？你们还能为所欲为吗？中国人民早已不再受列强欺凌和摆布，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西方列强可以肆意横行的时代，台湾的事怎么办？14亿中国人民说了算。这几个国家的外长呢，显然还以为自己生活在120多年前的8国联军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也不是100多年前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他们的列强梦应该醒醒了。华春莹强调，第一，中国有权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一个中国原则是7国同中国建交的重要政治基础；第三，一个中国原则只有一个版本、一种含义，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成员都是侵略胁迫的形象代言人。同日，王毅还对7国集团外长发表涉台声明予以坚决驳斥。王毅强调，7国集团外长的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端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合法举措，他们何来这样的权利？谁给他们这样的资格？包庇侵权方，指责维权者，岂非多多怪事？事实上，这7国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的声音。我们注意到，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国家政府、政党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周三明确表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联合国所做的一切都以此为方针。Our position is very clear. We abide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s the orientation that we have in everything we do. 美国国内对佩洛西窜台的质疑也不断发酵。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等职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明周三接受央视采访时强调，佩洛西此举是他个人的政治秀，无疑会加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不利于缓和中美关系。She's been consistent in using China as a political prop for her career. She's 82 years old.This may be the last important trip that she takes abroad.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her personal political agenda and style, and I consider it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傅立明认为，佩洛西此举更是带来了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Whatever the reason, their statements abou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ve no credibility in Beijing anymore.另一方面，面对中方一系列反制举措，白宫紧急踩刹车的举措更是耐人寻味。彭博社周四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拜登政府正试图游说民主党参议员暂停一部涉台法案的相关审议工作。据悉，该法案原定于周三审议，声称要将台湾地区列为所谓主要非北约盟友，并宣称在未来4年对台提供4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妄图借此鼓噪加强台湾防务。彭博社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议员莫菲表示，外交关系委员会将立法工作推迟到9月，而且可能会做修改。知情人士还表示，拜登政府认为这部涉台法案会产生反效果，并会干扰美方数十年来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缓兵之计。他呢看到这个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中国大陆做出了强烈的这个反应，因此呢，在这个紧张关键的时候，美方呢希望呢降温，使这个局势不要失控的方向发展。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目的。过一段时间，随着事态的缓和，美方还会这个继续审议这个法案的。
彭博社另一篇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对佩洛西在中美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刻依然坚持访台，试图将其当成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的做法感到恼火。早前他们曾派出高级官员私下劝阻，但没有效果。该知情人士称，当佩洛西的出访计划已经不可改变时，拜登政府转而为突发事件做准备，确保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正常运作，并将有关影响降到最低。这包括美国官员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之间的会晤。与此同时，佩洛西团队对于拜登政府也有微词，他们怀疑拜登政府之前故意泄露佩洛西将去台湾的消息，以阻挠他的计划。Internally, this is a mess. Obviously. I mean, that's the understatement of a day. The speaker was furious that the Biden White House leaked this to the Financial Times, which I think was a huge strategic mistake. 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三在节目上称，白宫与佩洛西不存在公开的不和。We've been nothing but consistent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we respect her decision to go. This is her decision that we provided her, obviously, with support, context, analysis that she needed to make her decision.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public spat over whether she should go or not. But you would concede that the White House tried to talk her out of it.That was pretty obvious. No, actually, no, I wouldn't concede with that. I think we gave her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值得注意的是，佩洛西周二晚抵台后，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也透露出佩洛西与白宫之间存在矛盾。拜登呢，实际上他这种态度是向两面讨好，既这个对中国大陆政府有一个交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暗自里觉得拜登窜访台湾对他也有利，所以我们看到，拜登的这个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的不明确的，是这个非常的矛盾的。